可是呢，因为当我们主任呢看到他的 data combo 的时候，心里都凉了一大块，心里想说 combo 就等于是 anybody 也帮你看了嘛，就几乎，而且它指数非常高，当下就确定一定是感染了。所以这个 case 比较特别，是因为他已经到了第3孕期，他才发现自己有 HIV， 然后才发现自己怀孕，然后才验出 HIV， 所以他的接受治疗时间是很晚的。告诉他说，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宝宝应该有可能艾滋宝宝的几率太高了，所以随时就是有可能结果就是会吃一辈子的药。因为伊打食这个话，我控制了为10几万，大概剩100几尔，所以本质上伊的药应该算比较好。平常控制有的来说，比较不会传给小朋友，所以好啊，包括以后好好接触一下。我对这种 case， 我的心里面担心的并不是 HIV 的问题，而是他进来之后他的情绪问题，他的夫妻关系有没有问题？因为而且我觉得事前会议很重要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小儿科跟感染科开会，或是妇儿加感染科一起开的会，我觉得这个都让我们我自己，包括我们的团队，还有就是护理部、儿科部，其实都慢慢更了解 HIV， 就是在病毒量下降情况下，传染的状况其实降低很多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恐惧就是真的是慢慢都没有了这样。可能我觉得外籍可能也有关系，就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等等，他可能就医比较不方便，所以他可能针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就没有很积极的去处理这样子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在产房的工作，我就是 prepare 好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该做的防护措施，该穿的隔离，该做的防护就这样子。那小朋友生出来之后，就交给专业团队来做。所以我在隔天就去帮病室的人进行一些相关的训练，因为他们其实照顾的时候也会遇到蛮多问题。那第一个医院的流程来说，就是标准隔离防护措施，所以在我心目中，他们跟一般的小朋友是没有差别的。手术室里面的病人，不管是血体传染的病人还是一般的病人，我们的传染的防护是相同的。出来之后，当我们看到那个data 呈现non detect 就是测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整个团队都超开心的，因为就觉得说，那个当下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感动。我的感觉是，虽然发生这件事情，他们也去面对它，就是去治疗的之外，他们其实也是很爱这个宝宝，也是有把重心放在他身上。那我觉得就是这件事上，我觉得很欣慰，就是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医院其实在这一块还不错，大家都是还蛮团队，而且合作的，就是团队合作这一块做的还不错，而且其实大家都很热心，就是觉得说，要赶快帮助这样的病人。我觉得从硬体上面、环境，然后我们对他的友善的态度，我觉得都可以来着手，尤其是人员对他的关怀度。不要让他觉得我对你贴上标签，或是你因为你的疾病而让我的人员觉得你是不一样的人。No， 他其实就是一样来正常看诊。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来自于对人的尊重。因为那个标签化或者是那个标签都是我们自己贴上去的。然后其实友善的背后就是安全，他会觉得我在这里我是很安全的被照顾。所以呢，我一直都觉得说一句话就是恐惧来自于无知啊。在 HIV 的病人身上，我看到的最大的一点是这里。是那个时候，其实你了解他，那自然你的恐惧也就这么就会消失。不管结果是怎样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永远就是充满爱。不管就是各种爱，家人的爱，或是伴侣的爱，或是同事之间的爱，或是朋友之间的爱，就是各种爱都穿插在里面。
减少医疗歧视，建立友善医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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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